93阅兵，中国会盟天下，中俄朝大会师，东南亚10国来了6国，中亚5国全部到齐，所以我只是猛虎不发威，你美国不要再来惹我。台湾人看到了没有？赖清德看到了没有？民进党看到了没有？台独看到了没有？这不就是天可汗吗？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打得你死我活，结果他们竟然跑来北京阅兵，所以那个强大辉煌但是和平秩序的中国，真正意义上回到了这个世界。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93阅兵，中国会盟天下。93阅兵，中俄朝大会师，金正恩、普丁出席93阅兵，中国的东北部。俄国挡住了上半部，朝鲜挡住下半部，图们江出海口，这里有一条山脉外线里。当时签的合约，中国失去了大量东北的领土，可以透过图们江的国际河道来出海。但是中俄国际友谊大桥一盖就把它给锁住了。另外，本来是上升天然两港海参崴，导致中国东北在近代的发展上有一些瓶颈，因为它的出口的成本很高。东北中国的2个邻居俄罗斯跟北韩，在西方的视角里面跟中国是一挂，但其实跟中国一直不怎么一挂。俄乌战开打之后，俄罗斯跟中国距离拉得非常近，北韩甚至派兵支援俄罗斯作战，所以过去对于中国东北是很难搞的。可是这一次93阅兵，普丁跟金正恩到中国大陆去，代表3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加速拉近。对于中国东北的解放，还有北部边境的安定，那是很重要的，让中国的东北会更多经济开发的条件。东南亚几乎主要国家都到了，越南的国家主席梁强，这就有点意思啊。越南的一把手是越共中央总书记，有2种解读，派4架马车，其中1架梁强来，因为9月2号是越南国庆日。那也有一种解读，他希望在中国跟西方之间保持一定的弹性。辽国国家主席，那辽国向来跟中国关系很近，其中有一个关键是中老铁路，柬埔寨最近是德崇福南运河，印尼雅万高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对于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友善的。另外，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也很有意思。安华过去跟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他们是政治盟友关系，但是后来撕逼闹翻了。马哈迪是走马来土著主义，相对更亲西方反中。那安华虽然也是马来人，但他相对对中国比较友好。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代理总统敏昂莱。那东南亚10国来了6国。这6国里面，除了越南，其他都是国家元首。柬埔寨国王虽然没有实权，但对国内有一定程度的声望影响，但他确实是国家元首。所以中国已经把东南亚陆地上的邻邦跟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拉得非常的紧。所以你看，东南亚中国布局是非常深的。南部边疆除了阿富汗没有正式关系，印度是对立关系，不单是印度的仆从国之外，基本上全部都搞定了。从它的南邻来讲，中国传统的南洋地区，越南、辽国、缅甸是直接构成边界，柬埔寨、印尼跟马来西亚也来了，代表海上通道。而且你东北亚往前出压到日本，东南亚前出就直接进太平洋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的意涵。再来这一行里面最有意思的其中一个，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蒙古过去是相当反中的，因为蒙古能够维持独立，靠的就是北方俄罗斯的力量。近年来经常一直搞联合演训。你从蒙古的地理位置来看，北边俄罗斯，南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请问他要演训什么？中蒙第一次联合演训草原伙伴2024，而且是实兵操演，主要在东戈壁省，在内蒙这一侧，也就是在东侧演练。2025年是在西侧阿勒泰地区演练，所以代表中国过去最难处理的北部边疆，蒙古跟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解且合作的时候。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巴基斯坦一直都是中国很重要的出海地区，对中国来讲最麻烦的，大量的物资在海上丝绸之路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量进口跟大量出口的国家，卡住你这里，中国大陆压力很大。所以中国一直在破局，马六甲陷阱，中国透过中巴经济走廊在这里建设瓜达尔港，让中国直接出了波斯湾、阿曼湾上岸，进入陆路的运输，进入到中国的境内。不过巴基斯坦会来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本来就是巴铁，也是中国钳制印度的发展。再来最有趣的在这里，巴
基斯坦、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地夫总统穆伊祖，还有中亚5国总统均出席。首先，巴基斯坦、尼泊尔跟马尔地夫，再加上旁边那个缅甸，这叫做印度包围网。马尔地夫在印度洋上面是个关键节点，它跟斯里兰卡构成了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枢纽。穆伊祖这个马尔地夫的总统非常狠，他直接把印度驻军给赶走了，所以马尔地夫现在非常的亲中。另外，中亚5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中亚5国元首全部到齐，代表中国中亚峰会的效果是非常有贡献的。而且最近中国在中亚弄了一条中吉乌铁路正式开建了，中国从喀什接到塔吉克的安吉延，这是塔吉克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一个古城。这里面可以成功，有个关键，中亚5国过去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现在借着俄罗斯跟乌克兰打得不可开交，基本上把中亚5国拉得很紧。哈萨克有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哈萨克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面面积第2大的，那也是中亚5国里面面积最大、实力相对比较强的。哈萨克其实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对俄罗斯有很强大的戒心，想要借着中国的力量来抗衡俄罗斯对他的一个影响，所以他整个国家内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软性的去恶化，强调本土化。哈萨克的总统他是会讲中文的，所以这里面很多契机。2015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努力克服其内陆避风性，一带一路东方倡议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概念，与我们这一重要目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中亚的转向。再来，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这个比较是跟着普京来，但是白俄罗斯现在也很认真在发展中国关系啊。我的天，相对温和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亚都来了啊，代表什么？伊朗对于中国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刚需的，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等。另外，传统的好朋友古巴的总统再来，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打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两边都跑去跟美国告御状，结果他们竟然跑来北京阅兵，还有跟白宫签署协议的亚拜塞兰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辛亚也将出席了。这里很复杂了，之前发生过一场两亚战争，亚塞拜然之前打败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现在换上了一个亲美的总统，所以亚美尼亚并没有得到俄罗斯太多的援助。传统意义上，俄罗斯是支持亚美尼亚的，大使的看法是他们想要把他们的问题给国际化，这个解读是对的，但它背后还隐藏了一个意涵。今天很多国家解决问题，它既找美国，也必找中国。中国不会去管你的秩序，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秩序问题透过来到中国给国际凸显。所以从这一系列的阅兵，我把它称之为会盟天下，这不就是天可汗吗？作为天可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国家要繁荣强大；第二，军事上要无与伦比；第三，要能够包容和平秩序。天可汗逻辑很清楚，不需要朝贡，你想来也可以，你不想来送也可以，我不跟你吵，但是如果你需要我帮你仲裁，没有问题，你们可以来找我。所以这一次的93阅兵对中国来讲，它的陆地地缘的安定性得到了彻底的确立。你想，中国强盛的时候，西域一定会打通。那传统上的西域就是中亚加新疆，中亚5国全部到齐。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的上百年的期间，中国终于把自己的强大、自信、繁荣给找回来了，包容而开阔的大唐出现。这一次的93阅兵式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东升西落的彻底展现，或者直白的说，那个强大、辉煌但是和平秩序的中国，真正意义上回到了这个世界。这里面唯一比较难以接受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还有一个正在一边跟美国摇摆的南韩。日本现在不适感很强，所以日本前首相优山由纪夫出席中共93阅兵，日本网友气炸。为什么？因为93阅兵式是对日抗战纪念，那日本人是被抗的啊，去不是很奇怪吗？但石破茂本人没那么反中，我要提醒一下，今天中国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阅兵，他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精气神面貌、军事的实力、整体的实力。西方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也没有亮最先进的装备，也没有亮研发中的装备，他只亮现役随时可以拿来打仗的实战装备。所以我只是猛虎不发威，你美国不要再来惹我。而且当他的姿态调整，结果大家还愿意来，你就知道为什么川普很想要来了，他是有他的内核的一个逻辑的。
所以这其实是整个历史底蕴脉络正在改变。那台湾人看到了没有？赖清德看到了没有？民进党看到了没有？台独看到了没有？